哎，这有个符号啊，这不就是探学界的活雷锋吗？成，那咱们就一直按照这个标记走呗，对不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小哥弄的。虽然他失踪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惦记咱们。走吧。等一下，这个符号和前2个符号完全不一样。你们看，这些符号虽然都是由字母拼成的，可是拼在一起却没有任何的意义，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法语或者德语。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引路符号，就好像一个简单的图案，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可以往这边走，仅此而已。但是那样符号本身是不会产生变化的。你看，可是现在符号变了，那么就说明它肯定还有别的意义。它在给我们指路的同时，还想告诉我们其他的一些什么信息。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那2个符号，那2条路走过来是没有危险的，可是现在这个符号它不一样了。那它代表走这个方向有危险。那我们还走不走？小三爷，咱们哥4个就你懂外语，你好好看一看。你整句翻译不出来，你整点单词，咱也能蒙出来什么意思啊？可它根本就不是个单词啊，它也拼不出来。我想我们还不如想想，到底是谁把它留下的，留下来到底是什么目的。那不是小哥能是谁呀？如果是小哥留下的话，那他至少要以我们看得懂的方式啊。那就是阿宁他们内部的暗号，他们在这儿分开行动，完了在这儿做了标记。我觉得这个符号不像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前面有没有危险要去过才知道，没有可能去完了之后回来再做个标记，这不科学。我明白了，这个符号是那个人进入墓室的时候自己刻的，表示他走的是这个方向。这个就叫做追踪语言。什么东西？我当年在越南丛林里面特训的时候，学过追寻知识，懂一些追寻语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在丛林里迷路了，他必须要在他走过的路上刻上一些标识和标记，等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就会通过标识和标记知道他的情况。这些标识和标记一般都是很有规律的，比方说食物充足的时候是一种符号，食物短缺的时候是一种符号，队伍里面有人遇险了又是一种符号。等到更危急的时候，救援队可以根据符号来上升救援规格。这是当年老美打越南人的时候发明创造的。行，那你学过，那你赶紧给翻译翻译。这问题是，机械。那个东西怎么过去的？顺子，顺子，他不会又变狐狸精吧？啊！哎，我以为你又要突变了呢。你怎么了？我刚才能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有动静，可我就是没法动弹。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干扰我，我想清醒，可我就是做不到。直到他拍了我一下。干扰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不上来，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很危险。哎，咱赶紧走吧。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了，你在这儿也没个掩体，赶紧的走了。那也要先破译这个符号再说啊。哎，对，潘子，你不是学过吗？你赶紧翻译翻译，快！这个符号跟我学的不一样啊，我也没见过这样的符号。不过这种暗号的变化，是不是说明那个人崴脚了？不是，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不是小哥，那这留下符号的人心里可就太没底了。那咱们不就是盲子跟着瞎子走路吗？照我说呀，咱在这聊半天根本什么用都没有，因为这个符号根本就不是留给咱的。要我说呀，咱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就探个路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早说呀！你早说了，咱就不用浪费时间在这符号上了。快走吧。还是得小心点啊。
这墓道里很可能有流矢和翻版的机关。行，走了。我告诉你，咱们还是尝着甜头了。就算是有机关，也被他们先行的给破坏了。妈的妈，我的姥姥哎！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啊？南宋的岁贡，女真的国库，这下发财了！硌死我了！哎呀，硌得好舒服呀！孙子，你看什么呢？孙子，还能有什么新鲜东西啊？哎！我说，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是咱们同行吗？看他们这身装扮，是80、90年代那会儿最流行的。你说这些人会不会是采药的或者猎户，误入这里面死的？不可能，咱们这帮专业假喇嘛的才分街巴拉跑到这儿，猎户那帮业余怎么可能闯到这儿啊？不可能。你小心点儿。上海表，老款式，这个女的来头不小。这种手表在当年就算是市长级别的人也很难有这么一块。她要是失踪了，在当时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顺子，那个时候你们这儿有没有很轰动的失踪事件啊？顺子，哎，顺子，跟你说话呢。顺子，顺子，顺子。
多谢。不用。我清醒的事情，希望你别告诉裘德考。杰森我可以保证，但 Sir 是我不能保证。裘德考没告诉你，他来预定天空要做什么吗？和你一样。不一样。裘德考他多大年龄了？身体你了解吗？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你要动脑子，好好想想。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人，能跑能跳能爬雪山，当然了，很多事情你不亲眼看到，你根本不会相信的。等他出来以后，你仔细观察一下。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被上帝亲吻过，他们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亲吻他的不是上帝，是魔鬼，古墓的魔鬼。事情结束之前，你就待在这儿，不许出去半步。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你就那么害怕我破坏你和裘德考的计划吗？我明明可以把他们一起解决掉。奶奶，人都说你是女中豪杰，你是害怕了吗？哼！你到底跟裘德考达成了什么协议？他是怎么说服你的？为什么你连产品姑姑失踪真相都放弃了？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调查过。他太天真了。为什么？奶奶，你给我一个太解释。天真了。奶奶。顺子，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家老爷子去的也早，但是老天多眷顾你啊！啊，让我们引你到这儿来，找着你父亲。所以啊，你就别理他那头发了，等你理好了，一根儿都不剩了。哎，谢谢。顺子，节哀啊！哎，我总觉得啊，他们这些人出现在这里，有一点蹊跷。这有什么蹊跷的？切！哎，你看啊，顺子的父亲就不说了，是他们的向导。那剩下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在不适宜进山的时候，非要进到这里的，那就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普通的游客，这还不蹊跷吗？这些东西也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啊，就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但是你们掏的这些东西全啊，凭着这些东西肯定能出去。那他们怎么出不去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样，他们本来是有能力出去的，要死也应该死在出去的路上。可是他们就这么在这儿坐着，在这儿坐着，就好像是等死。他们是不是舍不得这些宝财呀？别胡说。哎，你们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没有？少了什么？食物。你看，全吃完了。他们不是意外死亡的，是在这里活生生被饿死的。不对，这人呢，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最多坚持7天。你想想，7天的时间，他们早跑出去了，还能在这儿等死？太奇怪了，肯定不是饿死的。除非他们出不去。田震，这儿不会像海底墓一样，墓室上下动，跟电梯似的，一会儿有门，一会儿没门吧？反正这回我们炸药带够了，实在不行就炸出去喽。行。顺子，当年你爹带着几个人进的墓室，你还有印象吗？我记得他是跟7个人一起出发的。那就是8个人呢。这儿有6具尸体，有2个人不见了。你说会不会是那2个人见财起意，把人杀了，然后自己跑了呀？不可能，这里没有打斗的迹象，而且看尸体的动作和表情，不像是被人杀死的。有人死在这儿，我总感觉心里怪怪的。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吧。哎，我反应过味儿来了，门儿给炸开了，而且这儿只有藏宝室，没有棺椁。引咱们到这儿来的符号，意思就是这儿有名气，肯定是阿宁他们标记的。完了以后，等着第2梯队过来收宝贝。不可能，这玉门上的洞更像是这几具尸体炸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棺椁不在这里，我们要往相反的方向走。而且，三叔也在那边。对，咱们呀，赶紧找3爷去吧，啊！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些壁画都变样了？啊，这个呀，我跟天真在海底墓的时候碰到过，原理是这样的。霍奶奶，自从我上次把秀秀送回来之后，我就跟她联系不上了。哎呀，小孩子不听话就得管教。您把秀秀关起来了。啊，蝎子，其实你也不错。不过呢，自从2爷和9爷走了之后，你也是少人管教。我一直以为，最疼爱秀秀的人，就是您了。哎呀，
我要是不疼他，我怎么可能让他跟着你去淘气呢？淘气？您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秀秀所有的努力都给否定了。您在害怕什么？这是你跟一个长者说话的口气吗？啊？只是您近来的所作所为，让晚辈不得不怀疑。这件事情牵扯到裘德考和杰森所在的阿尔法公司在中国的布局，这个布局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几十年，他们究竟做了多少事情，我难以想象。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西沙海底墓就有他们的手笔，而这直接也关系到我小叔的死和你女儿霍林的失踪。我不相信，您居然会对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哎呀，谢子，一个人呐，有自信很好，但是你要是盲目的自信，那就变成了缺点了，懂吗？不能害己，也不能连累别人呢。啊？您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您想告诉我什么？我有点累了。您老了。老九门中，还健在的就只有您和陈皮阿四了。陈皮阿四暂且不管，这些年，您怕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衰老感受很深吧？谁都逃不过自然规律。说得好啊，确实这样。多么意气风发的人，多么漂亮英俊的人，都会老的，都会死亡。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柴，变成了灰，谁都逃不过的。那为什么裘德考不一样？他是不是用这个谜底诱惑你，说服您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地下玄宫岂不是结构十分复杂？咱们不会进去就出不来吧？应该不会。汪藏海的伎俩很多都是给探学者施加心理压力，要真的做到把人困到死的话，其实也不容易。很多人到最后都是精神崩溃，自己放弃了才会死的。对，没问题，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出去啊。也不知道三爷这会儿走到哪儿了，不过肯定的是，他应该比咱们走得快，比咱们走得更深入。不止他快，阿宁也快啊，而且他们估计损失挺惨重的，那人面猫头鹰不好对付。不是三爷，可千万别碰上这东西。我也不在三爷身边，也不知道他现在被虎姬照顾得怎么样。他心呢？哼，不知道还以为你也是三爷的侄儿呢。你不是我三叔！你说我不是三叔，那你告诉我，我是谁？你是谢连环。小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会害你，那就是我，你的三叔。天真，天真，哎，走了。哎，这门一模一样，同一批工匠一模一样正常。不是那洞呢？炸开了多好啊！
这机关什么的又被前面人给趟过了，对吧？走吧。这是多有钱啊！啊，又一个藏宝室。我说什么来着？啊，我没骗你们吧？又是一个国库和岁贡啊，一片银子。这怎么又一堆包一堆尸体啊？我们又走回来了。上一个这样质问我的人，骨头早就被狼啃光了。长生不老，多少人的美梦，没想到在今天还有市场。您平时不买三无产品吗？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制假高手，他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一生做过最完美的赝品，就是一张人皮面具。据说戴上以后，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无法分辨真伪。这是鬼打墙，这是鬼打墙，整个咱们走了一个循环，通道两头全是这墓室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顺子，我知道死者为大，但是很有可能是你爹的问题。这些尸体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很容易招上什么。所以你这样，你先把你爹先放下，咱们再走一次。我不放。放下，放下。胖子，你冷静一点。胖子，这个时候都不能乱。小三爷，你不常说汪藏海的东西，充其量就只是制造心理压力的小伎俩了。大家不能知道这一点还中招，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对，潘子说的没错，这肯定是机关，这和顺子爹的尸体没有任何的关系。在海底墓的时候，我们已经证实过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打墙。汪藏海他就是这样，他善于利用这些巧妙的机关，营造这种诡异的气氛。在不知道底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再走一次。潘子，这次我们慢点走，好好感觉脚底下到底有没有机关，我就不相信他没破绽。
原来这就是霍林果果。就算可以复制出他这样的样貌，也复制不出他的气质。是啊，我和他爸爸都没有发觉过。等我们知道了，已经晚了。完全失联了，整支队伍全失踪了。是啊，听说哎呀，只有吴家老三一个人回来了。他说先是谢家的谢连环出了事，他们让人开考察船把遗体送回来了。之后他在海底墓里昏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上岸了。其他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也不知道。谢连环死了，尸体呢？考察船没上岸，他也失踪了。也失踪了？是啊。哎呀，整支考古队10几20几个人，就只剩下吴三省一个。是啊。你什么意思？跟我一起出海的霍林，已经不是那个霍林了。不是他又该是谁呢？我不相信您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到。就凭你的一面之词，我就应该相信你是吗？你了解他，还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了解他？或许中间有什么内情是我不了解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事实就是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无论是怎么样，也总得要找到人才能判断。我也想立刻找到他们，就算不为了别人，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文景，我也必须要找到他们。可是你想过吗？回来的只有你一个人，这是个大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呀，明白吗？是啊，这是个问题。也幸好，还有我能活着回来。当时我并不相信吴三省的话，相反，这些都是他搞的鬼。他想毁掉霍家和谢家出息的子弟。这之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一盘录像带。他穿着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母女俩的最后一面。那还是考古队出发之前的1周，他换上了这身衣服回来。他告诉我说，在单位搬机器蹭上了油，就换上了这身衣服。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琳琳啊，妈，妈，救我，妈！我明白了，
难怪您当时没有怀疑。这录像带，我真是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想让外人知道，尤其是九爷，他会判断出来其中的阴谋，而且会顺着这个录像带的线索去查找背后的人。就凭着他的七巧玲珑心，将会做出什么，那是很难预料的。说不定我的玲玲会受害。所以我爷爷一直到他去世，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凭着这九爷的智慧，他一定是看破了其中的秘密，但是凭着他的个性，真不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来。更何况谢连环的尸体还没找到。那他是狗五爷跟他说了什么？小叔，你回来了，你又闯什么祸了？他是你吴家三叔，你小叔的表兄弟，他们俩长得很像。三叔好。这是连环的孩子带出来的。送客。这么多年，就只有这一盘录像带吗？后来我又收到过一盘。放我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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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安装了自毁的小装置，看完就烧毁了，差点引起了火灾。那是玲玲失踪后的第3年，衣服也没换，很憔悴，一句话也没有，就站在那床边一动不动。唉，摄影机的高度和玲玲差不多，是水平的。但这也没有办法证明，那就是当年拍摄的。啊，对，而且这个自毁装置也让我很疑惑，这其中一定是有些小细节，我多看几遍就能发现的。他们就是防止意外，看完就销毁。自从那次火灾以后，就再也没有玲玲的消息了。我真是不敢赌啊，因为那边有玲玲的命啊。所以这么多年，至少在明面上，你没有为霍林姑姑的失踪做过多的努力，只是疏远了吴家。尤其是在秀秀追查此事的时候，您还刻意阻拦她。
这些我能理解。但是您近来的举动，却让我越来越看不清了。您到底为什么要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要让你看清吴三省和吴邪、叔侄二人的真面目。都这个时候了，您还要撒谎？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谢子。一个女人在老九门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界生存，就得会看人。你看我这几十年下来，自认为无论谁一过眼就看得透透的，就对这个吴三省看不透。唉，而且呢，咱们且不论呢，玲玲跟吴三省是什么关系，幕后的目的又是什么？整队的人就回来他一个，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您就是不想让吴三省好过罢了。哎呀，你那个小叔的遗言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你还觉得吴三省是无辜的吗？现在已经知道的是，裘德考的确参与了海底墓事件，并且和考古队失踪有直接的关系。您这个时候明面上和他合作，究竟是为了您的女儿的下落，还是对他的那个秘密心动了？裘德考说服您帮他，应该不是拿你女儿的下落进行要挟，那么他的筹码就只有他的那个秘密了。这个秘密是不是关于长生不老？这世上哪有长生不老的事啊？的确荒谬，但是有裘德考现身说法，他的身体状态是个特例，一个连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特例。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已经半信半疑了。不，准确的说，是7分相信，3分怀疑。如果他再拿出证据，那3分怀疑恐怕也会变成相信了。他有什么证据？云顶天宫。小沙，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到东北，天亮就可以登山。已经查过了，这2天天气不错，登山的路不会太难走。还有到云顶天宫的路，我们已经规划好了。好。华爷，你说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云顶天宫吗？我总觉得，有些话我必须要当面才能问清楚。咱们再走一次。
这次一定能赶上，木头就回来了。你啊，就死了这条心吧。小三爷那儿一直掐着时间呢。你知道咱们走了多久吗？全是鬼打墙。那条墓道，咱再也回不去了。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看呐，那几个人绝对比咱们走的次数还多。班子，我们把食物限量一下吧，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打算。我们活的时间越长，出去的机会也就越大。小三爷，我看啊，咱剩下的食物就够吃2顿，我看也不用限量了，就使劲造吧。如果炸药也没用的话，就等着人收尸吧。行啊，成。那炊事班同志，你赶紧准备饭吧，好让胖爷分散注意力，这样我也能想想怎么出去，是吧？顺子，顺子，顺子，哎，快点，压不住了！好样，小哥在就好了。怎么样？顺子，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他现在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我们要抓紧时间和小哥会合。拿绳子给他绑上。冷静点啊！整个地宫是回字形的，最中间是灵殿，这里是制式最严格的地方。汪藏海不会在这一部分的结构上动手脚。灵宫周围还有殉葬坑、陪葬坑、排水系统以及错综复杂的甬道、墓道。我们现在很可能在地宫的外沿，所以呢？所以，成了，我都想好了，咱们现在思考方式根本就不对，不对。你能不能说点正经有用的啊？我没不正经啊，咱们现在零零散散那么思考，你浪费时间，你还浪费体力，对不对？咱们倒不如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写下来，归纳成几条以后，咱们挨个验证，不就完了吗？啥就完了？你说清楚点。来，把本拿来，你别在那儿乱写乱画了，快！所有人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可能性啊？不用说细节，就是大方向说一下，好吧？来，有机关？对，有机关。还有什么？我觉得有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感觉，就像心理暗示或者催眠什么的，让我们自己不知不觉走回来。我刚才就像是被什么暗示了一样。亲身体验过。幻觉。还有什么？从理论上来讲，还有可能是空间折叠。我说你别整悬的，你说稍微具体。小三爷最有文化，说不准他说的就是对的，你给记下来。好，空间折叠。那么胖爷那就认为有鬼。还有没有第5个？还有没有？谁还有5？有没有5？成，一会儿再想吧。先验证第1个，第2个也能一块证明了。拿着，把枪给我。行，那个我到墓的口那儿
往那头开一枪，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不是你说明白你再走，说清楚再去。开枪？对啊。潘子，先说第二种，如果是错觉的话，那子弹是没有感觉的。墓道可以影响我们的感觉，但影响不了子弹。所以，如果这儿的情况还能用常理来解释的话，那子弹必然会打到墓道的尽头。再说第一点，如果是机关陷阱，这么短的墓道，短短2秒钟之内，子弹肯定就打到头了。没有机关陷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胖子这法子简单漂亮，非常符合科学精神。走，胖子，胖子，你干嘛呀？你没事吧？枪打哪儿去了？胖爷向魔剑校尉祖师爷发誓，我一枪打出去，子弹嗖一下就回来了，害得胖爷差点爆头。成了，别涮着了，赶紧找弹孔，找弹孔，快！胖子，弹孔，子弹打回来了，回来了。哎，这不这儿呢吗？成了，给你，鬼大强，拿着。老板，我们又走回来了。有信号了 ，Sir. Where are you? What's the status? Sir, we are at the painted corridors in the Sky Palace. Some hallucination occurred. We've been walking in circle for over 7 hours, but still lost. 怎么可能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笔直的路，连个拐弯都没有。我记得我们根本没有走过这条路。你爱信不信？我不玩了，我要回去。这什么鬼地方？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Tell him to shut up. 我要出去！老子不！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闭嘴！ Don't hang up. Walk the corridors again. 杰森 ，Sir 说。闭嘴！壁画的图案变了。是变了，原来是百足虫。什么时候变成？我不能瞎找。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得想办法早点出去。听我的，用炸药炸开。不行，如果还有其他机关呢？即便是有机关，也是几百年的老机关了。我们有的是炸药，把它炸开好吗？听我的。如果不只是机关呢，而是别的。Listen to Wu Sanxing. Use the dynamite. 准备炸药，计算炸点。是，走。怎么样？这段考是不是害怕了？这不是很厉害吗？啊，这不是无坚不摧吗？怎么样？就是鬼打墙，不可能是鬼打墙。哎，别废话了啊！咱们都亲眼看到了。成了，现在第3个是什么？哦，对了，你那个，快，你那悬的乎的，想想怎么证明。小哥，哎，怎么了啊？
是我们太小瞧汪藏海了，他花了这么大的心力设置了这样一个陷阱。这个烧完了，咱们就差不多能出去了吧？你什么就知道问我？我怎么知道啊？你怎么这么……对不起，朗风，我不是这个意思，抱歉。现在下结论能不能出去，还为时尚早。不管怎么样，我要再确认一下，这里除了石龟以外，没有其他能干扰信号的东西，不然，咱俩几回都一样。胖爷小时候养过龟，但是今天我特别恨这动物。听说你们的人想用谢家的码头，把从中国收到的冥器运出去，有没有这回事啊？你问的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团队目前专攻云顶天宫这个项目，你说的事儿根本不可能。哦，但是那个人身上有你们阿尔法公司的标志和武器。不是，你也不想想，现在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为什么要这么明目张胆地往枪口上撞啊？我怀疑是霍家设计的，要不就是裘德考搞鬼。哼，全想让我背锅。裘德考和你们是合作关系，他的目光不会这么短浅。没错，我们现在是和阿宁的团队在一起，但是裘德考想甩开我们单干也不是第一回了，这次也是。这就奇怪了。据我所知，裘德考和贵公司保持合作关系，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的良好关系，怎么突然就破裂了？难道是因为贵公司？根据公司的记录，一直以来与裘德考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共同合作了很多大的项目，但是这几年，裘德考开始有意减少了项目合作，甚至在一些长期项目上隐瞒本该共享的资料。尤其是现在，竟然已经开始无视公司的警告，打算私吞项目了。这个合作关系指的是？当然，我想你也猜到了几个：西沙海底墓、贵州迷雾村，还有这个云顶天宫。我看过你给我发的西沙海底墓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时裘德考悄悄派人加入了考古队，而你们也往里面增派了人手，两方人马暗中交手，给考古队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我想，就连最后考古队的失踪，也与你们逃不开关系吧？这些我知道的不多，毕竟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公司呢。不过，我想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谢连环之死与我们没有关系，当然，这的确是个疑点。我想最清楚此事的，除了吴三省之外，就是裘德考。根据我收到的消息，吴邪已经进入云顶天宫的陪葬陵，而吴三省恐怕比他还要早一步。裘德考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我想你想知道的答案，或许在这座山中就能找到。这个答案我要了，你想用什么来换？黑锅已经背在我头上，我想霍家和裘德考不会轻易放过我。我希望你给他们个教训，以牙还牙，让他们及时收手。对了，查清楚到底是谁在陷害我。好，我要这个答案。哼。杰森，这件事儿交给谢雨花，可靠吗？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也许公司不用你说，能处理好。自从我们被派到中国后，遇到的一系列事情都有些挫败。公司是不会浪费精力在无用之人身上的。可是我们人手接连折损，现在居然到了只能依靠谢雨花的地步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啊！外面的事情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找到云顶天宫那个秘密，胜利就是我们的。阿宁那伙人数可比咱们多呀。不着急，根据狼峰传来的消息，后面有的是让他们减员的机会。Sir. Ning, what's the status? Jason joined Xie Yuchen. There seems to be a mole in Wuxie's team. They plan to exhaust our... Sir, are you okay? You know I have to manage my businesses. And I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take care of many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How are you, sir? What did the doctor say? Ning, I don't have much time now. I will trust you will handle Jason by yourself. At the moment, Wuxie's safety is your top priority. Wait for my arrival. After you get to the palace, you will get rid of Jason. Even if someone tells you the palace is fake, just pretend you believe them, okay? And then stay there and wait for me. “哎，真热乎。”这该死的龟，总算是还有点用处。怎么样？搞定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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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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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司阿公，司阿公，司阿公。司阿公，司阿公，你等等我，司阿公，司阿公，司阿公，你要去哪儿啊？司阿公，你怎么变样了？你跟着我，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司阿公，你的眼睛一直是好的吗？
别闹！胖子，这好东西不挖白不挖，回头让人外国人盗走了，倒不如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你有事瞒我？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吗？啊？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会怪你的。你说什么呢你？我说你不敞亮，你瞒着我太多事儿了，我对你很失望。回来，回来！你手机一直在响，你不想看看吗？回来。喂，王先生，为什么通讯器没有信号？你们现在在哪里？不是说过不让你打电话吗？我总得知道我的钱有没有打水漂吧？现在天真已经发现了，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啊，你知道天真会发现，对不对？你拿钱的时候不是就应该想到吗？怎么现在却跑来怪我呢？王先生，我们可是有合约在，你不能反悔。我告诉你，你给我滚！你听到多少？我什么都没听到。滚！他们都去哪儿了？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这石龟怎么还在这儿？咱们要一直都待在这儿吗？罗海上，我把它炸了，行吗？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你相信我，我有把握啊！跑啊！这个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当然了，这就是拼图上的那首情诗啊。
三公，三公，三公，是你吗？三公，三公，三公。你到底是谁啊？三叔，你怎么是三叔啊？对呀，我是你三叔啊，怎么了？三叔，你